刘大厨，外面100多桌客人等着上菜，你这是唱的哪一出？江老板，这话得我问你。哼，兄弟们每天在这40多度的后厨里烤着，一天给你炒出去500多斤虾，累得跟狗一样。这大热天的，连点高温补贴都不给，你这老板当的是不是太抠搜了点？这样，我额外再给每个人发200元的高温补贴，你们看怎么样？江老板，这可远远不够啊！这家大排档是你爹传给你的不假，但他走后这3年，店里生意为什么这么火爆？你心里没点数吗？外头那些客人顶着大热天排队，是冲着你江老板来的吗？他们是冲着我刘胖子这手秘制麻辣13香的手艺来的。刘大厨，你到底什么意思？哼，兄弟们今天商量了一下，觉得我们拿的这点死工资配不上我们给你赚的钱。行，我听听你要多少。我们也不多要。第一，我们后厨6个人的底薪从这个月起全部翻倍。第二，以后每个月大排档的净利润我要抽40%，作为我的技术入股分红。不答应的话，街对面新开的那家聚仙阁，他们老板可是天天给我打电话，开的底薪比你这翻2倍还多。江老板，脱了这身衣服，我刘胖子带着兄弟们转头就能去对面开火。到时候你这海记大排档明晚就得关门喝西北风。老板娘，我们的麻辣小龙虾到底什么时候上？这都等了快1个小时了。路是你自己选的，别后悔。刘胖子，底薪1万，5个小工每人5000，加起来1个月3万5。今天是15号，算半个月工资17500。把你的收款码打开。你什么意思啊？你们被开除了，结完账立刻从我的后厨滚出去！你他妈疯了吧？你敢开除我？你真以为你爹留下的这块破招牌能当饭吃？没了老子这锅秘制地料，你拿什么留住客人？这就是你的秘制，全靠这些海克斯科技往下堆是吧？我爸在的时候教你的规矩是必须用清水活虾、天然香料。你呢？自从你当了主厨，为了拿供应商的黑心回扣，你进的这叫什么垃圾？全都是死虾、臭虾。为了掩盖死虾散掉的肉质和发臭的腥味，你就疯狂加这些工业辣椒精和化学增味剂，把客人的舌头辣麻了，他们就吃不出虾是臭的了。刘胖子，我江月就算这店不开了，也绝对不赚这种丧尽天良的黑心钱。我之前念着你是我爸留下的老员工，给你留面子让你改，你不仅不收敛，现在还敢拿这个来要挟我涨工资要股份。带上你的海克斯科技，现在就给我滚！去对面的聚仙廊好好施展你的才华吧！我祝你们早日吃出人命，关门大吉！好你个江月，你长本事了，你给我等着！离了老子的调味，你那些清水煮出来的破虾，狗都不吃！老子就在对面看着你怎么死！就你那点破添加剂，狗都嫌呛！兄弟们，走！老板娘，这大厨都走了，外面那100多桌可咋办啊？哎，老板呢？哎，老板呢？怎么回事啊？老板，过来一下。各位顾客，大家晚上好，我是海记大排档的老板江月。非常抱歉的通知大家，本店后厨刚才查出了一批质量极其不合格、严重影响食品安全的死虾，同时涉事主厨已经被我当场开除。为了大家的健康，今天这顿饭我们实在不能再给大家做了。这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是我的责任。所以今天在场的所有人，不管你们是吃完的还是没上的，这单全免。不仅免单，每桌我再自掏腰包赔偿大家1箱冰镇啤酒，大家带回家喝。既然老板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散了吧，下次避雷这家店就是了。谢谢大家的体谅，造成不好的体验，我非常抱歉。王总，明早6点给我送500斤特级清水活虾，死1只我都不收。以后每天这个量，按最高市价结。老陈，把你手里最顶级的茂系大红袍花椒、纯正2荆条，还有最好的八角桂皮，各给我发100斤过来。顺丰冷链特快，钱已经转你支付宝了。李大爷，带3轮车来海家后厨，这里有10几个香精塑料，全拉去销毁。离了我，过不了几天他就要破产，才刚刚开始。
老板娘，你别一个人搬啊，这铁疙瘩少说7、80斤，闪着腰可怎么办？李阿姨，你帮我把那边架子上的调料罐全拿下来，不管满的空的，全部扔了。老板娘，这些罐子里可有不少是刚买的，刘胖子进货的时候说1瓶好几10块呢，全扔了多可惜。李阿姨，你知道那些罐子里装的是什么吗？不是什么值钱的调料，全是散装称斤的工业香精、辣椒精、增色剂。最贵的那个成本不超过5块钱，留着它们就是留着祸害。知道了，老板娘。老板娘，台面都擦完了，地面也冲了2遍了，我这老腰真是直不起来了。李阿姨辛苦了，你先回去睡一觉，下午3点再过来。老板娘，你一个人在这儿，你不回去休息啊？我等送货的，6点活虾就到，我得亲自验货。好吧，老板娘，你跟你爸一样是个倔脾气。爸，我把那个祸害清出去了，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的店毁在这些脏心烂肺的人手里。你们尽管睡，等你们醒了，这整条街的玩法已经变了。哟，这不是姜老板吗？大清早的在这扔金元宝呢。江月，我听说你昨晚把客人全赶走了，还给全场免了单。哈哈哈哈！你爹要是活着，看到你这么败家，非得气得从地底下蹦出来。怎么着？把我的秘制底料全扔了？你今晚打算给客人上白水煮虾呀？姜老板，要不你现在过来给咱们刘大厨磕个头认个错，说不定我们老板心情好，还能把我们的剩菜汤匀你一点，让你沾着荤僧。刘胖子，时间是最好的证明，那就看咱俩谁走到最后。姜老板，你这是一宿没睡？睡不着，干脆等您。王总，虾呢？王总，这批货不错，以后每天这个点送，雷打不动。姜老板，你放心，你给的是最高市价。我老王要是敢给你掺一只死虾，我这招牌就不用要了。姜老板是吧？四川发来的冷链特快3箱，麻烦签收一下。这辣椒怎么闻着跟水果似的，这么香？这是四川最好的2荆条，晒干之后自带果香，不是市面上的工业货能比的。李阿姨，帮我把这些搬进后厨，香料按袋子上的编号分开放，别混了。老板娘，这大红袍花椒要100多一斤，这活虾进价要38，刘胖子以前进的虾才8块钱一斤啊，加上这纯正的牛油，咱们这成本翻了快4倍了。李阿姨，你知道辣椒精是什么做的吗？石油提取物，吃进肚子里不消化不代谢，全堆在肝脏里。石油？那不是跟汽油一个东西？差不多，所以那些便宜的重口味不是手艺好，是在给客人喂毒。我的老天爷！老板娘，我活了56年，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东西，这味道闻着都觉得脑子清醒。尝尝，又香又甜又鲜，一点都不呛，还带着一点奶香味儿，这才叫蒜蓉。刘胖子那种用蒜精兑水的东西，连给这锅蒜蓉提鞋都不配。距离晚上营业还有2个小时。这味道好香啊！你闻到了吗？好香啊！这是什么味道？我以前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小龙虾。我操，这味道也太正了吧！跟这香味一比，聚仙阁那味道怎么闻着一股塑料味儿？你不是说他离了你就得死吗？这什么味道？装神弄鬼，用料再好有什么用？一盘虾卖那么贵，老百姓谁买单？等着关门吧！老板娘，你这菜单是不是印错了？一份麻辣小龙虾198，以前刘胖子在的时候才卖98呀，蒜蓉的也要188，抢钱啊你这！就是啊，隔壁聚仙阁今天开业酬宾，买1斤送半斤，折下来才60多一份。各位，我们换了最顶级的清水活虾，底料全部用纯正天然香料和牛油手工熬制，绝不添加1滴化学香精，成本摆在这里，味道绝对值这个价。又是这种话术，不就是想卖高价吗？行了，别吵了，给我来一份麻辣的，我倒要尝尝这198的虾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么贵，你疯了？好嘞，您先坐，这就为您安排。
小龙虾来了，请慢用。这啥玩意儿啊？你这虾看着倒是挺干净，但这味道不对呀，不够冲，不够刺激，吃进嘴里一点都不辣舌头，这能叫麻辣小龙虾吗？对啊，以前刘胖子炒的那个虾，吃一口能辣得人直冒汗，配上冰啤酒那叫一个爽。这调味太温和了，没那股子直冲脑门的劲儿。这就是海克斯科技最可怕的地方，化学香精廉价又 bug， 像上瘾一样毁掉味蕾。算了，没那味儿，走，去对面吃刘胖子，今天还打折。走走走，不吃了，去对面。走。就凭你也想和我斗，走着瞧。手艺这东西不是花钱买点贵材料就能装出来的，不懂大众口味，活该关门大清。感谢新老顾客捧场，聚仙阁才是正宗的老味道。老板娘，这群人是不识好歹啊！咱们用的全是好东西，他们怎么就吃不出来呢？李阿姨，别急，病入膏肓的人吃不了大补的药。劣币驱逐良币，是因为良币还没遇到真正识货的人。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老板娘，这客人都没有，可咋整啊？没事，李阿姨，他们这么做迟早会出问题的。这什么劣质辣椒精的味道，闻着都烧胃。老李，你带我来这儿吃夜宵，是想谋杀我吗？这不是听说这家最近很火吗？哎，对面还有一家海记，看着挺干净的，人也不多，要不咱们去那家试试？老板，1份麻辣，1份蒜蓉，再来2份清水面。好嘞，您稍等。两位请慢用。没有工业蒜精的发酸味儿，金蒜焦香，银蒜甜香，生蒜辛香，层次分明，这火候绝了，好虾！姜老板，对吧？别人都说你疯了，但我今天告诉你，你这店全程找不出第二家能打的。谢谢你们选择海记，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出好的美食。敢用这么顶级的料，你不仅有胆识，而且有良心。你放心，这顿饭我老唐给你买单了。今天的美味足以让我发篇文章，好好赞美一下。当海克斯科技比了我们的味蕾，今晚在海记大排档的全透明玻璃厨房前，我找回了这种久违的尊严。这家店我听说是全透明厨房，连嘴最挑的老唐都说好吃，必须得来尝尝。老板娘，你快出去看看吧，外面好多人。这怎么回事？真正的降维打击，从现在开始彻底拉开帷幕。你自己看看，一晚上的营业额连电费都不够，对面排了几百号人，我这里猫都看不到几只。你不是跟我吹牛逼，说江月离了你必死无疑吗？老子花了2倍的鱼心把你挖过来，是让你给老子赚钱的，不是让你站在这当门神的。明天营业额再上不去，你带着你那帮废物徒弟一起给我滚蛋！江月，你等着，你给老子等着！师傅，咱们这可咋办啊？江月那边的香味太冲了，客人都被勾过去了。要不咱们也进点好香料？放你娘的屁！用好香料成本多高你不知道？老板压死要求利润率，咱们拿什么买？你出钱啊？啊！师傅，这玩意儿浓度太高了吧？上次你用了1勺，整条街都是这个味儿，客人都说闻着头晕。嫌味道不够冲是吧？好啊，老四，你那些发臭的卖不出去的死虾，按5块钱1斤，全给我拉过来，越多越好。你疯了？那些虾都放了2天了，壳都软了，吃出问题咋办？闭嘴！老子干了10几年了，没吃死过人。只要辣味够重，鲜精加倍，谁他妈吃得出是死虾？你给我送过来！你不是要天然吗？你不是要健康吗？老子偏要用最重的口味、最便宜的价格，把客人都抢回来。江月，你给老子等着！我跟你说，这家排队排疯了。我在海记，就是最近超火的那家，对，就是那个全透明厨房的。这味道，隔着半条街都能闻到。今晚必须吃到，不然我不走了。B32号，B32号的客人在吗？里面空出来一桌。45秒，90秒。好，加高汤。我操，这个蒜香味也太绝了吧！我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蒜蓉。别说了，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盘是17号桌的，送过去。久等了，这是你们家的单，太好吃了！我感觉我以前吃的都是假的小龙虾。别说了，快吃，不然我全说了。老板，你猜今天卖了多少斤？多少？800斤，全卖光了，一盘都没剩。9点半的时候就全部售罄了，后面来的客人好多没吃到，气得直跺脚。明天多备200斤，1000斤。1000斤，那得多少钱啊？不用担心成本，你只需要保证质量。800斤只是一个开始，我要让这条街上每一个人都知道，
真正的美味不需要科技与狠活。来来来，聚仙阁开业活动，58元小龙虾随便吃，啤酒不要钱，错过今天就没有了。58元随便吃，这也太便宜了吧！走去试试，这么便宜能是好东西吗？大排档不都这样，便宜就行，要什么自行车？师傅，这些虾也太臭了吧，这能吃吗？你管它臭不臭，多放2勺香精，多放辣椒精，客人吃得出来吗？江月，你不是要天然吗？老子偏偏用最冲的味道把客人都抢回来，我看你怎么跟我斗！这虾味道有点怪啊，说不出来，就是感觉不太新鲜，而且那个辣味好冲，辣得我胃疼。管他呢，58块钱随便吃，你还想怎样？赶紧吃，多吃点才划算。我胃不舒服，这虾是不是有问题？哪有那么多问题？你就是吃太快了。来，喝口啤酒压一压。老板，你看刘胖子这个不要脸的，发朋友圈阴阳怪气，还说咱们是老百姓吃不起的店。58元无限畅吃。李阿姨，你猜他用的什么虾？那还能是什么虾？肯定是死虾呀！活虾成本都不止58。不仅是死虾，你看它这个底料的颜色太红了，红的不正常。天然香料熬出来的红油是透亮的深红色的，它这个是那种发乌的浑浊的红。它加的香精和辣椒精至少是正常用量的3倍，这个浓度的化学添加剂对肠胃的刺激非常大。李阿姨，你信不信？不出3天，他的店就会出问题。你是说有人会吃出毛病？刘胖子，你以为价格战能救你？你这是在给自己挖坟。等那些客人吃坏了肚子，等市场监管找上门，你就知道有些底线碰都不能碰。我不行了，胃疼的要命，像是有人在里面拧。我也是，这虾绝对有问题。我吃了这么多年小龙虾，从来没这样过。黑店再也不来了。你怎么了？吃坏肚子了？别吃了，这虾不能吃，我感觉像是吞了一团火，从胃里烧到嗓子眼儿。各位别走啊！是不是不合口味？我可以让后厨重新炒一份。你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今天的虾不太新鲜。不太新鲜？你进的那些死虾5块钱一斤，你跟我说不太新鲜？刘胖子，我告诉你，要是有人吃出问题找上门，你自己扛，别连累我。江月，你以为你赢了？你给老子等着，老子有办法让你翻不了身。喂，刘胖子，大半夜的，什么事儿？铁拳哥，有个活儿，干不干？事成之后，这个数5万成交。江老板，小心点，对面刘胖子今晚打了几个电话，好像在找搞事情的人。刘胖子，我早就猜到你会来这手，你尽管来。我这4个摄像头，4K 高清带夜声，360度无死角，就等着你自投罗网。暴风雨前的宁静，刘胖子的杀招即将到来。家人们，今天铁拳哥带你们来打假全城最火的网红大排档海记，就是这家号称全透明厨房、零添加天然香料的店。家人们看清楚，别看这家店表面上搞个什么全透明玻璃房，吹嘘自己用的是几10块钱一斤的活虾，那都是做给你们看的骗局。他们背地里用的全是从臭水沟里捞上来的便宜死虾。不会吧？这家店看着挺干净的。谁知道呢？现在的网红店都是营销出来的。你瞎说什么？我们每天进的都是活蹦乱跳的清水虾，老板亲自验货，死一只都不要。你凭什么血口喷人？哎呀，家人们看到了吧？这就是典型的店家急了。我铁拳哥打了这么多年假，哪次不是被店家指着鼻子骂？但我哪次说错过？把东西打开让大家看看。这位就是海记的老板江月，江老板。家人们，我现在就来问问他，这袋从他家后巷泔水桶旁边翻出来的死虾到底是怎么回事？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江老板是吧？接到群众实名举报，称你店涉嫌使用腐败变质食材，非法添加化学添加剂。我们现在需要对你的后厨食材和底料进行突击检查，请你配合。这招够狠的啊！直接找网红带节奏，还顺带报了警。这下江月那丫头死定了。跟我斗，她还嫩了点。等她的店被封了，这条街的夜宵生意还是我的。哼！各位，
在查我的厨房之前，我想请各位先看一段回放。这能说明什么？不管是谁扔的，反正是在你家后门发现的，说明你们就是有使用死虾的习惯。是在我家后门发现的，但不仅没进我的门，更没进我的锅。两位领导，我的后厨是全透明明档，没有任何视觉死角，你们现在就可以进去随便查，冰箱、冰柜、活虾池、底料锅，任何一个角落，我配合到底。麻烦带路。家人们，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到底有没有藏着的死虾。这是我每天向本地最大水产基地进货的盖章发票，38元1斤的特级活虾，每天清晨5点准时冷链送达，有溯源码可以查。这是四川发来的大红袍花椒、2金条和20多种天然香料的检疫证明和顺丰运单，每一张都可以查，每一笔都有据可凭。工业辣椒精未检出，甲醛及亚硝酸盐未超标，所有检测项目均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江老板，你的食材和底料完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仅合格，而且卫生状况在整个片区都是数1数2的优秀。神仙老板娘，那可是38一斤的 A 级活虾呀，难怪卖198一份，这简直是良心价好吗？笑死我了！打假主播翻车现场，这明摆着是竞争对手半夜扔死虾栽赃陷害呀！监控拍得清清楚楚。铁拳哥这是收了多少黑钱来栽赃啊？举报了！有没有人截图刘胖子的监控画面，直接报警抓他？这种垃圾主播还有人看，还铁拳哥？我看你是铁脸哥，脸皮比城墙还厚。回去告诉刘胖子，下次栽赃记得找个走路不像鸭子的人。我就说嘛，这家店一看就是良心店。你看那监控，那厨房比咱们家都干净。以后就认准这家了，什么5、8畅吃，白给我都不去。老板娘，好样的！以后我们全家吃小龙虾只来你家。完了，全完了。各位，刚才的事儿大家都看到了，有人想用一袋死虾毁掉我海记6年的招牌，但我江月做事从来不怕人看，别人造谣，最好的反击不是打嘴仗，而是把我江月在此立誓，海记大排档只要有1份虾是用死虾做的，只要有1滴油是地沟油，我当场赔偿10万，立刻砸店关门。老板娘牛逼！刘胖子，谢谢你送来的这场大戏，从今天起，全城都会知道海记才是真正干净、真正好吃的小龙虾。你亲手把我送上了本地餐饮界最耀眼的典风。100块一个号，马上就能进。师傅，这香精加太多了吧？昨天就有客人说吃着头晕。你懂个屁！不加重点味道，怎么抢得过对面？给我闭嘴，干活！你怎么了？没事吧？送我去医院，我胃像被人用刀割。黑姐，你这是投毒！我要报警抓你！经现场检查，聚仙阁餐饮店涉嫌使用腐败变质食材，导致多名顾客食物中毒。依据相关规定，现对该店予以查封，负责人及相关检验人带回调查。我的天，58畅吃果然没好货，这简直是投毒啊！太吓人了，幸亏我今天没图便宜去他家。就是，还是海记靠谱。你看人家那厨房，透明的，什么都能看见。就是，以后这种不敢搞全透明厨房的店，白给我吃我都不去。走走。不是我干的，都是那个刘胖子，是他进的那些死虾，是他加的香精，跟我没关系啊！畜生！我老婆才26岁，被你孩子进了 ICU， 赔钱！你赔钱！刚从海记吃完回来，撑得睡不着，来看看老板娘直播。明天预约满了没？我抢到了后天的号。爸，你看到了吗？那个祸害终于进去了。你的店我没有让他蒙羞，以后再也没有人能用那些脏心烂道的东西玷污海记这2个字了。聚仙阁倒了，刘胖子完了，但这只是开始。下一步，我要让全城的人都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小龙虾，什么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先生，我们还没开始营业，要下午4点才开餐。你要不先看看菜单？我知道，我坐一会儿，不点单。这人是来吃虾的，还是来搞科研的？一共416是吧？对。老板娘，这人谁呀？看着不像普通人。不知道，但明天他还会来啊？你怎么知道？1份麻辣，1份蒜蓉。老板，都好几天了，那人又来了。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不会是竞争对手派来卧底的吧？他不……老板，都好几天了，那人又来了。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不会是竞争对手派来卧底的吧？他不是竞争对手。江老板，我叫陆婷，鼎晖资本的投资总监。我观察你的店整整1个星期了，翻台率、客单价复购率，你的数据在本地餐饮界堪称奇迹。但这都不是最让我惊喜的，最让我惊喜的是你的去厨师化。传统餐饮最难跨越的死穴，就是对厨师手艺的极度依赖。厨师一走，味道就变，店就得死。你对面那家倒闭的聚仙羹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但你不一样，你用现代化的超声波清洗机解决了最耗时的人工洗虾问题。你用极其精确的天然香料配比包和秒表，把3个毫无经验的大妈变成了出餐机器。你把小龙虾这种重度依赖经验的标品，硬生生做成了高度标准化的工业品，而且味道竟然做到了本地的天花板。你现在拥有的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可以无限复制的单店模型。这份协议你看看，鼎晖资本愿意出资1000万，占股20%。我只有一个要求，1年之内拿着这笔钱，把海记开遍全城的每一个核心商圈。我要你彻底垄断本地的夜宵市场。陆总，我不能签。江总觉得估值低了，可以谈你为什么拒绝？不，陆总给的估值很公道，1000万占20%，相当于给我估值5000万。以海记目前的规模和利润，这个估值甚至偏高了。陆总，你的眼界还是窄了点。中央工厂，你要自己建调料厂和冷链清洗中心？陆总，你只看到了我的标准化单店模型，想让我去疯狂开店，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全城开出50家店，每天消耗几万斤活虾，光靠现在的，只要有一家分店进到了死虾，或者有员工为了偷懒没按标准炒制底料，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极度安全、顶级风味的招牌就会瞬间崩塌。所以我要做的第一步根本不是开分店，我要用这笔钱在郊区建一座无菌级别的中央调料工厂和活虾冷链清洗中心。我要把全城的活虾供应链捏在自己手里，所有的小龙虾在中心经过工业级的超声波清洗，剔除死虾后，直接冷链配送到各个门店。所有的麻辣底料和蒜蓉底料由中央工厂按照我的秘方，用顶级天然香料进行标准化熬制，然后真空无菌包装，统一分发。到了那一步，我未来的分店里连炒锅都不需要了，店员只需要把干净的活虾和总厂发来的底料倒进全自动的蒸煮机里，按一个按钮，5分钟就能出餐。这才叫真正的万店同味，绝对的降维打击。我要做的不是一个连锁大排档，我要做的是一个用真材实料和科技力量重塑整个小龙虾行业标准的风味帝国。好一个风味帝国！江总，我收回刚才那份小家子气的协议。明天上午10点，带着你的计划书来鼎晖资本总部。这笔投资我不仅要追加到3000万，而且鼎晖将动用所有供应链资源，全力配合你的中央工厂落地。合作愉快，陆总。这一身比你穿白衬衫还像老板。白衬衫是炒菜的，西装是谈生意的，不冲突。这个虾洗好了。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顿。刘胖子因为食品安全罪被判了1年半，听说在监狱里瘦了40斤。聚仙阁老板赔光了家底，现在在老家摆地摊儿。那些曾经嘲笑我的商户，现在一个个跑来问我能不能加盟海记。曾经我父亲守着这口锅，被人用劣质香精和回扣欺骗。曾经我被几个自以为是的厨师摔勺子逼宫，差点断送了这家老店。但我没有妥协，我用最决绝的方式弯掉了毒瘤，用最顶级的真材实料赢回了尊严，更用超越时代的商业认知，把那些企图用海克斯科技拱挟我的人，狠狠地碾碎在了时代的滚滚车轮之下。属于刘胖子那群人的草莽江湖已经彻底终结了，而属于我江月的时代，现在才刚刚开始。